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足球豪门到底有多挣钱。通过今天的视频我们尝试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是收入最高的足球俱乐部？第二，是什么决定了球队的收入？第三，足球俱乐部是如何设计营收的增长策略的？2022到23的赛季呢，刚刚结束不久，很多球队呢还没有来得及发布财政报表。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21到22赛季球队的收入，以2022年的6月为截止。2022年的财年呢，收入第一位的是曼城，全年营收是 7.3 亿欧元，第二是皇马 7.2 亿，第三是利物浦 7.1。那曼联呢，在赛场上争4成瘾，到了商场上呢也做到了第4名，一共是7亿的营收。那么朋友们注意收入呢只是代表球队赚多少钱，不代表球队值多少钱。比如虽然赚钱榜上呢，皇马是屈居第2，但是福布斯的球队估值排行榜上，皇马是常年高居第1，而曼城呢却排不进前3。具体关于球队估值的话题呢，以及为什么切尔西卖了30亿美元，而曼联却敢要60亿美元的话题，等我们这期视频点赞上8000，我就会专门做视频给大家讲解。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到22赛季呢，很多俱乐部还没有完全从新冠的阴影里走出来，像皇马、巴萨、曼联呢，都还没有达到他们新冠前的收入巅峰。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2022年的这几支球队和历史的营收记录比是怎么样的。那么在2022年前呢，年度的收入记录，世界纪录是由巴萨保持的。2019年的巴萨呢，收入是惊人的 8.4 亿欧元。而英国的本土纪录呢，是由曼联保持的，也是在2019年达到了 7.4 亿欧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2022年的营收冠军曼城呢，不仅远远比不上19年的巴萨，甚至连英国的国内纪录都还没有打破。这也说明了一旦这些球队完全克服了新冠的影响，回到正轨，那皇马、曼联们的营收呢，潜力是非常高的。而回到正轨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刚刚过去的2022到23赛季。虽然很多球队还没有出财表但是皇马呢已经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财表，而曼联也在北京时间的10月26号星期四的晚上8点，也就是在我这个视频发布大约24小时之前，发布了自己23年的财表。那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胖叔呢在上个视频说，如果我的点赞数超过5000，就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曼联财务报表的视频。那本来我想把点赞数喊得高一点，因为这样我至少能准备2-3个月。结果粉丝朋友们太热情，3天就给我干上5000赞了。首先呢是要感谢各位粉丝朋友们对我的喜爱和支持，我受宠若惊，一定会兑现承诺。曼联财表的视频呢会尽快发布。其次呢，熟悉我的粉丝呢都知道，我平时爱看的影视作品呢，常常会推出一种叫做粉丝感谢季的活动。我见贤思齐，也来推出一个粉丝感谢季活动。希望呢各位粉丝给我留言，说一说自己想让我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最好是能播的那种然后等过1个星期之后，也就是我们的11月3号星期五，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视频底下哪一个留言的点赞最多，我们就来做一期这个视频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虽然这样的答谢呢没有我前面提到的粉丝感谢季有激情和观赏性，但是我会尽量用技巧和内容来弥补各位的。那说回到22到23年的财表首先是皇马一举打破了巴萨保持的世界纪录，营收直接来到了 8.43 亿欧元。而曼联呢也一举打破了自己以前19年的纪录，达到了营收的历史新高，目前为止呢应该是新的英国纪录 7.5 亿欧元。当然我个人感觉英国第一这个也做不了太久，曼城还没有发布这个赛季的正式数字，估计要等到11月初。那小道消息说，今年曼城的收入大概有8亿欧元以上，英国纪录呢肯定是拿下了，那就是看能不能再次压过皇马拿下世界纪录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曼城的很多收入都是来自于石油资本的赞助，这个数字呢就有水分。其实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做了一些了解之后呢，觉得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那具体分析呢，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在以后的估值视频里呢可以跟大家详细讨论。那么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对足球俱乐部的收入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下面我们来谈第2个话题，就是什么决定了球队的收入。那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呢，在财表里是分成了3大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皇马23年的收入组成部分。一共呢 8.43 亿元，最大的部分来自于商业收入，占总比的 47%， 这里就包含了像企业赞助球衣这一类周边产品的销售等等。而第2大的呢叫做转播权和比赛奖金，占比 38%。关于这一块看了我前一期视频欧冠席位到底值多少钱，
的朋友呢就知道，像比如说欧冠4强，连转播带奖金大概一共有1亿欧元以上的收入，而联赛、杯赛，还有像在皇马23年参加的超级杯、世俱杯等等等等，都有类似的分成会算在这一块里。最后呢，就是占比最小的，叫做比赛日收入，1.3亿，占了皇马的15%。这里呢是指皇马主场卖的门票，还有比赛当天的饮食销售。这一块主要是看这个球队一个赛季能踢多少场主场的比赛。大家别看呢，皇马这块收入只有1.3亿，曼城这块的收入都不到皇马的一半。那毕竟皇马的伯纳乌能坐下8万多人，而伊蒂哈德呢只能坐下5万多人。我们再来看看皇马过去6年的收入占比变化，从18年到23年。今天时间有限呢，我就只简单的讲一下最底下的灰色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比赛日收入。首先我们就看到在新冠时期，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收入一度降到了接近为0，这也直接导致了21年皇马的总收入大幅跳水。而这一块呢，对巴萨的伤害其实更大，直接导致后来巴萨财政危机需要变卖未来25年的转播权等等等等事件。而另外呢，有朋友可能会注意到皇马的23年呢，作为打破收入纪录的一年，比赛日的收入呢，却还是比不上19年，这是为什么呢？那皇马球迷可能都知道皇马在进行一个伯纳乌的改建项目，截至到2023年的6月呢，已经花了9亿欧元了。那皇马的官方就说了，23年的这个比赛日收入受到施工的影响有所下降，而且官方还说了，在23年底这个项目就能竣工了，预计每年能够获得极高的额外收入。那看来皇马也是要憋着放个大招不会心甘情愿的让曼城爬到第一的。那对于更多的关于皇马的分析，还有巴萨的财表分析，以及其他相关话题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加我的粉丝感谢季活动，给我留言，我们以后呢可以详细分析。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胖叔视频的男主角曼联。我呢就要放一个曼联官网的图，他们的题目叫做我们的商业模型。那很显然格雷泽是非常自豪他们自豪地宣布，从09年到19年的10年里，曼联实现了2个翻一番，一个是收入的翻一番，一个是盈利的翻一番。那我就要补充一下了，格雷泽团队还实现了09年到19年的英超排名翻6番。那09年曼联还是英超第一，19年呢就已经是英超第6了。但排名的下降却不妨碍曼联的赚钱，此举获得了英超19支强队和曼联投资人的强烈欢迎。那假如我们一起回到2009年，有请各位观众呢先放下自己球迷的身份，假设我们是格雷泽，好吧，面对曼联的这个营收模型，我们该如何设计曼联的增长策略呢？那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看09年曼联收入的最大占比是比赛日收入41%，那曼联毕竟是个足球俱乐部嘛，主要收入肯定还是来自于门票，那么很自然的应该很抓主要矛盾，增长比赛日的营收，比如保持球队的竞争力争取各线争冠，这样每个赛季就能打更多的主场比赛，或者我们可以改修球场争取容纳更多的球迷，甚至提升一些球票的价格。那么我们作为有后见之明的未来人呢，就知道这个思路是错的。曼联选择了发展商业收入，同时呢坐收了转播收入水涨船高的红利。到现在呢，总营收都翻番了，比赛日收入却完全没涨，而且不仅曼联是这样的，皇马、巴萨所有豪门的营收占比都是一样的比例。那么这里的内在逻辑说穿了也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工种有2种，一种呢是线性增长的，一种呢是非线性增长的。所谓的线性增长呢，就是你花多少时间就赚多少钱，两者是线性相关。比如说我前2周呢回了趟老家，去楼下的洗头房洗头。那我声明一下，我老家是在东莞附近，所以我们那边的洗头房呢都是正规的跟你们想的都不太一样。那帮我洗头的技师就跟我感叹说，他们干这一行人只有一双手，一天就只能洗这么多头，就算再拼，一天也就只能赚这么多钱。那这位技师的悟性呢就很高，因为洗头这一行就是典型的线性工作，你的收入是被你的时间限制的。就算你提供更优秀的服务，4里8乡的乡亲们都来找你洗头，你一天也就只能洗这么多头。而非线性工作的代表，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在看我的视频，我付出一份时间做出来的视频，也许只有5个观众，也许有500万观众，但我付出的时间是一样的。技师想从5个头做到10个头，必须要花双倍的时间。而我想要从500万粉丝做到1000万粉丝，如果我做得够好，有时候睡一觉就有了，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因为梦里都有嘛。我顺便多说一句不是说线性工作就不好，非线性工作就好。
非线性工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赢者通吃。因为赢家的发展是非线性的，所以 B 站呢就最后很可能是几个主播瓜分了绝大多数的观众，其他的几千几万个主播呢就只是陪跑。甚至有一些外国的视频做得特别好，大家想看的话点两下鼠标就能看到了。所以我们本土的做视频的 UP 主竞争是来自全世界和全平台。而线性工作的很大一个优点就是稳定。假如说日本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洗头技师，技术非凡，不仅洗大头，而且重申一下，我们这里谈到的洗头房呢都是正规的啊，洗的也都是大头，没有别的头。好，那即便如此，我想洗头，我还是得去楼下去找本土的技师，不可能去找日本的或者欧美的，因为洗头这行的线性增长，也就决定了我楼下的技师很难失业，他的竞争呢只是同一个街区的几个洗头房而已。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塔勒布老师在他的著作《黑天鹅》里提到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以后可以做视频详细讲解一下。那讲明白了这个概念，曼联和其他足球俱乐部的商业策略也就清晰了。比赛日的收入受制于主场比赛数，是典型的线性回报。就算我4线争冠，顶天了，一赛季也就踢那么多场主场，球场也就坐那么多人。无论我是赢1-0还是输7-0，球迷无非就是多买2杯啤酒，收入上限是锁死的。而商业收入呢，是非线性的发展。曼联在格雷泽入主之前呢，是本地赞助商为主，国际赞助商寥寥。后来在三德子的大力经营下，国际赞助商签了10几20个，连厕所、卫浴、拖拉机、拉面等等都签了赞助。老球迷可能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夏窗三德子签赞助比签球员都多。而像卖球衣呢就更典型了，只要我商业宣传到位，可以说是上不封顶。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难道商业收入不是和赛场表现挂钩的吗？曼联10几年来拿不出像样的表现，格雷泽这种重商业轻竞技的运营模式难道不是吃老本吗？那首先我声明一点啊，不是说格雷泽不想出成绩，在能出成绩的情况下当然是出成绩更赚，那谁不想像皇马一样两全其美呢？但是很快格雷泽就会发现，足球不是简单的砸钱，在做不到皇马的情况下呢，那第一，如果我格雷泽的管理团队时间有限，我是希望我的 CEO 是专注于拉赞助呢，还是专注于组建一个有竞争力的教练组，优化球探网络，发展青训呢？那我能不能探索一条在保持成绩过得去的情况下达成商业增长的道路呢？其次啊，商业作为非线性的工种是赢者通吃的，这点我们前面谈到过。那曼联要的就是流量，无论这个流量是黑的还是红的，格雷泽就要确保曼联要维持在足球世界的热搜榜前列，这样才能够达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像比赛日收入这样的小头呢，适当的甚至可以牺牲一下，来博得球迷的欢心。我之前看到说曼联连续10年没有涨它门票的价格，那这不失为格雷泽团队用来笼络球迷人心的一种手段。那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啊，就是大部分的球迷呢有别于普通的客户。作为客户，如果肯德基难吃，我可以去吃麦当劳，但是作为球迷，我们对球队是有感情投资的。曼联踢得差，我很难真正的成为利物浦或者曼城的球迷。就像我的孩子再丑再笨，我也不可能去养邻居家的孩子吧。只可惜我们自己把自己当球迷，格雷泽呢只把我们当客户。我们觉得自己是铁杆球迷，格雷泽只会觉得我们客户粘性大，可以持续消费。那说到这里呢，我就只能建议曼联球迷，如果曼联只把我们当客户，那我们作为客户呢，值得拥有更好的服务。获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空呢，不妨去楼下散散步，洗洗头，输球的烦恼就忘得快一些。那么格雷泽就不怕曼联未来的球迷越来越少吗？而且如果比赛日收入不如商业收入重要，为什么皇马热刺都要花大钱修球场呢？而且是不是说像西甲的会员制或者德甲的50+1的模式，球迷就不再是客户，而是真正的球迷了呢？那今天的时间不多，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关注，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